教室规则：本教室需提前5分钟落座。早上睁开眼睛时，耳畔传来纷乱的警告：请所有学生在7点45分之前进入教学楼，否则你将会成为学校食堂的午餐。喇叭声震耳欲聋，其中的内容更是让我后背发凉。把学生做成午餐，什么意思？听着交杂不断的广播，我忍不住有些发愣，瞥了眼墙上，时钟已经指向了7点40分左右的位置，而我的身上正穿着蓝白色的校服。可我不是早就走出社会，工作了7、8年了吗？我将目光挪向窗外，对面果真立着一座高大的教学楼，带着一腔不解。我下楼去查看，慢慢靠近教学楼，身旁有着许多和我一样茫然的人。直到钟声响起的那一刻，我才小心翼翼地踏上楼梯。7点45分到了，我转头看去，那些尚未来得及踏入教学楼范围的人，全都化作一声巨响，噼里啪啦的齐齐爆开，一件件校服被扯得稀碎，飘扬在空中。看着一台台机器开始收集地上掉落的食材，本还残留着一丝睡意的我骤然清醒。这些学生真的成为了学校的午餐。刚踏进教学楼的走廊，第2轮广播声便当即响起：请所有学生在8点整前自由选定教室，坐下开始听课。一旦进入上课时间，尚未进入任何一间教室者，将会成为学校食堂的午餐。上课铃声响起之前30秒，老师们会在黑板上写下各自教室的规则，请严格按照规则执行，否则同样会成为学校食堂的午餐。听着周边无数个喇叭不断重复着这3句警告，我感觉头皮略有些发麻。虽然仍处于很懵的状态，但鉴于之前教学楼外血腥一幕的恐吓，我还是决定赶忙照做，直接就近找了间教室坐下，静静等待上课铃声的到来。教室里有30套整齐的桌椅和一位沉默不语的老师，直到倒计时1分钟的预备铃响起之后，才有大批观望者纷纷涌进教室，很快把位子填满。眼看墙上时钟仅剩30秒时，老师终于起身，面无表情地拿起一支白色粉笔，开始在墙上书写规则。老师的动作很慢，一笔一画极为考究，简直像是印刷体，似乎是掐准了时间。直到上课铃正式响起的那一刻，他才刚好写完最后一话：教室规则：本教室需提前5分钟落座。规则一出，整个教室顿时陷入了一片慌乱，因为绝大多数人都是卡着最后1分钟进来的。或许是为了在死亡面前做最后的挣扎，一个肌肉壮硕的男人猛然站起身来，用力拍碎脆弱的木桌，狠狠地看向所有人：各位，为什么要听这什么破老师的规矩？跟他拼了！随后他便冲向老师，而此时的老师面无表情，只是静静地看着这一幕。果然在即将靠近老师的最后一刻，壮汉的身体突然变得僵直，无法动弹。教室里的大喇叭在滋滋声后开启：补充一条学生行为准则，试图进攻或伤害老师的学生将成为学校食堂的员工餐。喇叭声落后，传出了轻舔嘴唇的声音：我们喜欢这样健壮又躁动的食材。话音一落，壮汉竟直接开始爆裂。不只是他，教室里所有卡点进入的人都纷纷炸开，鲜血横飞，有几个幸存的女生忍不住撑着桌子干呕。我目瞪口呆地看着几台机器驶进教室，开始收拾残局，而台上的老师就像是没看到这一幕，仍在自顾自地镇定讲课。这40分钟里，教室里的空气无限接近于窒息。下课铃声终于响起，老师非常及时地停止了讲课。我既感到害怕，又忍不住松了口气。根据我的观察，貌似只要遵从了黑板上的规定，就不会有什么大碍，哪怕全程没有听进去老师讲课的内容，也没出现任何问题。正当我松了口气走出教室的时候，教学楼里又传出了新的广播：恭喜各位还活着，可以继续听课。本校学生共有3000名，在第1堂课结束后还剩800名。可以预见，今天食堂的午餐将会非常丰盛。听到这里，我的心咯噔一跳，不知道别的教室都是些什么规则，但这个死亡率实在是有些吓人了。课间将有20分钟休息时间，请各位不要浪费，可以在操场、食堂等地方好好放松心情，迎接下一堂课。本教学楼共有9层，除开第5层是食堂和娱乐间以外，其余8层均为教室，请不要在相同的楼层参加2堂课，否则将会成为学校食堂的午餐。听完这话，我立马开始动身，前往第2层，在靠近楼梯的第1间教室，直接进入坐下，默默等待上课铃声的到来。有了上一堂课的教训，我不太敢卡着时间点落座。尽管知道每间教室都各有各的规则，但难免心有余悸。就这么煎熬地等待了足足10几分钟，终于等到预备铃声的响起。教室里的人越来越多，当然经过了第1轮的残酷淘汰，现在教室里不过坐了10来个人。最后30秒，老师在沉默中起身，拿出粉笔，开始在黑板上书写。所有人都屏住呼吸，看着老师的笔记：教室规则，本教室不需要。就在老师书写规则的时候，一道身影狼狈地挤进了教室，他仓促地钻进教室，险些摔了一跤。我递出一只手，总算让他扶住站稳，没有跌到地上。而此时，上课铃声刚好响起，老师黑板上的规则也终于写完。他松了口气的同时，冲着我微微一笑，看得出来，
哪怕很慌张，但他还是保持着礼貌。可我转头看去，却发现老师书写的最后2个字竟是表情。教室规则：本教室不需要表情。本来准备还女孩一个微笑的我，顿时僵住了脸。随着一声恐怖的尖叫响起，我身旁的女孩竟直接被劈成了2半。我明白，哪怕我的肌肉已经忍不住颤抖，我的脸上也不能有任何变化。40分钟后，直到这道熟悉的声音伴随着下课铃声响起，我总算长长的吐了一口气。恭喜各位还活着，可以继续听课。在第2堂课结束后，本校还剩220名学生。惊魂未定之下，我扫了一眼整间教室，本来坐着的10几个人，现在仅剩下2、3道身影。想要憋住40分钟不动声色，对于人的耐力和体力算是相当大的考验。规则依旧，课间将有20分钟休息时间，请各位不要浪费，可以在操场、食堂等地方好好放松心情，迎接下一堂课。第3堂课将在10点整准时开始，请不要在相同的楼层参加2堂课。紧绷了40分钟的我已经疲劳无比，只能昏昏沉沉地爬上3楼，随便找了间教室坐下。直到预备铃声响起，我才猛然惊醒。教室里竟然聚集了近20道人影，而窗外的大部分教室都空空荡荡，仅仅零星坐着1、2个人。在淘汰率如此惊人的情况下，这间教室几乎承包了3楼1半以上的学生。时间到了，讲台上的老师准时起身，飞快地书写本间教室的规则。教室规则：本教室在讲课期间需全程进行击鼓传花游戏。开始上课后，老师会递给最靠近讲台的同学一把刀，可往随意方向继续传递。老师低头读讲课时，请同学们保持传递，禁止停滞3秒以上。当老师声音终止，抬头之时，持刀之人需要在3秒内往自己身上刮一刀，否则淘汰。第一个接过小刀的同学根本没有熬到3秒，而是在接手之后迅速扔到了旁边的桌上。显然他对于自刮一刀这件事情显得极为抗拒和恐惧，因为力道过大，小刀甚至在桌上轻轻旋转，险些划破第2位同学的手背。好在第2位同学胆量大了不少，眼疾手快地抓住刀柄，总算是赶在3秒之前递出了刀。第3位同学显然镇定许多，接刀之后数出2个数字，从容地把小刀递给了第4位同学。这无疑是给所有人打了个样。随后的几人都学着他的法子，尽量数满至少2个数，再递出小刀。本来慌乱的教室竟变得相当有序，而我处在第6棒上，本来也准备学着他的模样，冷静地默数2秒。可让我没想到的事情突然发生了。就在我接过小刀的那一瞬间，讲台上口沫横飞的老师突然抬起了头，他的瞳子紧盯着我的方向，喧闹声戛然而止。我愣住了，我没有想到第一个面临老师抬头的人竟然是我。无所适从的慌乱顿时涌上心头，我的手忍不住一哆嗦，竟让小刀掉到了桌上。3秒时间转瞬即逝，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。可在我即将绝望之际，一抹荧光竟骤然从我眼前划过，我身旁坐了一位短发女孩，居然抢在我之前，拿起小刀在我的手臂上划了一道。这刀刃远比想象中锋利，带出了一大滩血液，痛感相当明显，差点让我叫出声来。老师见状，始终保持着同样冷漠的表情，埋头继续读起了讲义。女孩当即轻声喊道：“愣着干嘛？快传出来！”我赶忙将刀递了过去，眼看刀慢慢传走，女孩用低沉的嗓音同我说道：“看来我赌对了，不一定要自己亲手刮出这一刀，只要是受罚者出了血就行。”对于她的冷静，我不免有些佩服，不自觉地接过了话茬：“感谢你的援手，我叫酱汁。”我叫青青。她轻轻点头：“你可不可以告诉我，你前2堂课分别去了哪些楼层？1层和2层。”我回道：“你呢？”我先是一路观察，去了4层，随后去了2层，最后来的3层。他深吸一口气，看着黑板上的文字：“我有个想法，想要找人一起实验，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一试？”面对这样一个十分冷静，我很难拒绝他的提议。请教，规则中有要求，不允许在同一个楼层上2堂课。按照我的推理，很有可能每间教室的规则是一直保持不变的。为了避免我们一直用同一套规则过关，所以才要求我们必须更换楼层。我沉吟片刻，有道理。他的嘴角扬起一丝微笑。所以我们可以交换信息，分别告知对方4楼和1楼的教室规则是什么，稳妥地减去一关的风险，如何？没问题。1楼最靠近楼梯的那间教室，规则是所有人必须提前5分钟落座。竟然还有这种规则，多谢你的情报。若是没有人提前告知，这样的教室真是让人防不胜防。他笑了笑。我第1堂课是在4楼上楼梯后，左手边第3间教室，规则是全程必须紧盯老师，
禁止看向别的任何地方。随后他又有些担心地问道：这样很考验一个人的注意力，毕竟一堂课有足足40分钟时间，你没问题吧？放心吧，希望4堂课过去，我们还能再遇见。这一堂课看似凶险，却在大家的冷静默数和互相补救中安稳地度过了。我如释重负，和青青分别，踏上了前往4楼的阶梯。在左手边第3间教室，我安定地在角落里坐下。随后教室里前前后后走进来4、5道人影，广播里也无情地宣告着上一堂课的结果。在第3堂课结束后，本校还剩130名学生。相比于之前2轮远超半数的死亡率，第3轮的数字显得没那么触目惊心。一番静静等待之后，老师终于起身，在黑板上写下了规则。可当他粉笔落下之后，我不禁呆住了。他写的内容竟和青青所说的没有半点关系，根本不是什么全程紧盯老师。我相信青青不太可能用这种欺骗的手段加害我，所以说我们的猜测错了。哪怕同一间教室，每一堂课的规则也不尽相同，而这堂课的规则和上堂课类似，同样是一种游戏。教室规则：本教室在讲课期间需全程进行盲人摸象游戏。开始上课后，老师将会蒙住双眼，同学们有5分钟的时间在教室里藏匿。5分钟之后，蒙着眼睛的老师将在教室内摸索，被摸到的同学将被淘汰。请注意，本场游戏的范围圈定在教室以内，任何人踏出教室的范围都将被淘汰。待到上课铃声响起，老师顺势掏出一张黑色的手绢缠到了双眼上。我扫了眼前后门，发现这是唯一一次没有自动关上教室门的课堂。可以预想，如果有人为了逃避老师的摸索跨出那道门，将会直接变成4件的血肉。我观察了许久，实在没发现这教室里有什么地方好藏的，只好借着桌子翻到了立式空调的顶上。幸亏我算不上重，能勉强在上面站稳。随着5分钟倒计时结束，台上本来安静无比的老师突然凝出一道诡异的笑容，伸出双手。游戏开始后，我死死盯着讲台的方向，就讲台正下方就蹲着一个皮肤白嫩的少年。他不知是艺高人胆大，还是想要验证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，竟直接躲在了离老师最近的地点。只可惜这位蒙眼的老师，他摸索的第一个地点正是自己的周边。少年终于忍耐不住，急忙滑出几步，想要逃窜，谁知老师竟提前拦住了他的去路。无奈之下，他连躲几米退到了门口，情急之中，他不小心退到了门外。随着一声尖锐的警报声响起，他直接原地炸开。最靠近他的一位女人看到这一幕，忍不住惊恐地喊了一句，虽然只是极小的声音，但仍然被老师敏锐地捕捉到。老师的身手十分矫健，明明蒙着双眼，却能以极快的速度在课桌间穿梭，一把拎出了藏在课桌底下的女人。老师的笑阴森至极，嘴角几乎咧满了整张脸。找到你了。饮水机后，椅子下方，不到10分钟的时间，躲藏起来的同学们被陆续找到。游戏才刚起了个头，1/3的进度都还没熬过，已经淘汰了大半，只剩下蹲在空调上的我和一个攀附在窗沿上的长发少女。以她的矫健的身手和敏锐的感知，配合这样地毯式无死角的搜索，我很难相信我们剩下2人可以顺利完成整整40分钟的考验。这分明是个死局。眼看老师离那个长发少女越来越近，我的心里也十分焦急。等她死了，很快就轮到我了。除非我能像蜘蛛侠一样爬到天花板上，否则教室里已经没剩几个空间了。我忍不住盯着黑板上的规则，不停在心里默念。突然其中一句话引起了我的注意，脑子里顿时冒出一个猜测。看着紧张的马尾少女，我赶忙把食指竖到嘴唇上，示意她不要发出动静。与此同时，我轻轻地脱下校服外套，在老师即将摸到少女身边的时候，我猛然一甩。老师的听觉相当敏锐，当即听出了这番动静的位置，飞快地穿梭在桌椅间，猛然扑向校服。感知到那仅仅是一件衣服之后，他愤怒地将其扯成了几条。可蒙着眼睛的他并没有注意到，他的脚尖已经探出了门框。随着刺耳的警报声响起，老师化作了一团血沫，教室彻底安静了下来。距离下课还有20分钟，游戏提前结束了。少女充满好奇地对我说道：谢谢你在关键时刻救了我，你是怎么想到这个办法的？你注意看，规则里说的是任何人踏出教室的范围都会淘汰，可没有说不包括老师在内。少女恍然大悟，真是多亏有你，我叫小美。恭喜各位还活着，度过了上午的学习时光。在第4堂课结束后，本校还剩60名学生。下课铃声响起，广播里传来了熟悉的腔调，请各位同学在12点整之前准时前往教学楼5楼的食堂区域落座，直到下午13点45分再度开启。午餐期间，食堂以外的区域会进行消除行动，未进入食堂者将成为学校员工们的晚餐。我瞥了瞥身旁的小美，食堂开启了，准备上楼吧。我要去楼道等一个人，要一起吗？我们并肩而行，走到楼梯口上，终于见到了那抹熟悉的面孔，是青青。12点整，5楼食堂里，我们3人找了个角落，
默默看着穿梭来往的食堂员工，他们不停朝桌子上端来碗盘。趁他们上菜的间隙，我询问青青：“我们猜错了，规则有变，你那边遇到了什么？我这边是打扑克牌。”青青瞥了瞥旁边的小美，教室里只有3人，规则就是打一场扑克，一共10轮，积分最高者活命，其余人直接爆炸。随后他耸了耸肩：“如你所见，我手气不错。”听起来似乎我们这边更加凶险。待我讲述了教室的规则和后续的发展之后，就连青青都不禁愣住了。各位，用餐时间到了。为了满足大家不同的饮食习惯，我们特意制作了3种不同的菜品。第一种是传统中餐，位于食堂东区；第二种是特制西餐，位于食堂西区，各种熟度的肉排；第3种是工业化熟食，位于食堂中区，是名副其实的午餐肉。一上午的课程过去，想必同学们都饿坏了吧？接下来的时间，请各位自便。喇叭声结束，我呆愣地看着我面前是东区所谓的肉丝炒肉丝，一股呕吐的不适感已经在喉咙和胃管之间徘徊。青青是我们中看起来最冷静的人，她先是看了看眉头皱紧的小美：“你吃吗？”“不吃不吃，我宁愿饿着。”随后她又看向了我：“开玩笑，这东西怎么可能吃得下口？”青青撇了撇嘴：“好吧，我也不愿意吃。”说完之后，她起身离开东区，走向了中区，拿了3捆午餐肉回来，给我们1人分了1捆。我纳闷地看着她：“不是说不愿意吃吗？当然不愿意吃，但是现在忍得住，不代表一直忍得住。下午还有4堂课呢，拿着它，虽然不一定用得着，但也是给自己留一线生机。活着受点恶心总比死了强。”听完这话，我和小美也不得不表示信服，赶紧把午餐肉揣进了兜里。而接下来的4堂课更加毛骨悚然。